在平平无奇的河流域里，竟然能孕育出上百斤的黄辣丁。这种突如其来的巨物，当地也是很少见的。对于酷爱露营钓鱼的人来说，这样的野味自然不会错过。这般的颜色皮厚肉质，看起来非同凡响，是河鲜中的顶级劳斯莱斯。能在野外享受钓鱼露营、野炊一条龙服务，确实不一般。可怜的黄辣丁扛过岁月的蹉跎，却扛不住人类的胃。为了钓取河中的巨型黄辣丁，事先在野外的水塘之中钓取食人鲳当作诱饵。库里拉甩钩的手势也是非常的娴熟，一旦有鱼咬钩，立马抽回鱼绳。很快，一条食人鲳被库里拉直接从水中抽了上来。虽然这条鱼并不是很大，但鲳鱼的肉质是河中巨物最好的诱饵。钓取足够多的鱼饵后，便拖着渔船来到了河边，但天空并不作美，直接下起了雨。作为带头的库里拉直接操控船只行驶的方向，因为下雨，河水的水位也涨高了许多。来到可放置岸钓的地方，便停下船只，同时在岸边寻找可以搭建露营帐篷的地方。锁定好可以露营的地方后，便将船上所有钓鱼、露营、烧烤的工具拿到岸边。简易的塑料帐篷很快就搭建成功，其他人就开始在河边利用鲳鱼钓取河中巨物。这种全自动的钓钩很容易引起河中巨物的掠食。其他两位兄弟在露营地搭建露营帐篷和钓床，为了增加上鱼的几率，在附近安置了几个岸钓。全自动的钓鱼装置看起来有点残忍，但是钓取河中巨物是最好的一种钓鱼装置。库里拉也为这样的钓鱼装置竖起大拇指。为了增加上鱼的成功率，继续在河中放置岸钓。鲳鱼直接被巨大的鱼钩勾住了脊梁，感受后背发凉的鲳鱼只能不断的在河中挣扎，这样会激起河中巨物的血性进行掠食。凡是在河边发现好的位置，都会安置这样的钓钩。到了晚上，其他人会收集木柴，准备在这里露营过夜。安置钓具的人会继续寻找放钓的最佳位置，用长木棍检查水域的深度，从探测到的水深就足以证明这里是可安置岸钓。放完岸钓后，就开船回到露营地，他们会在这里露营度过一晚上。为了填饱肚子，他们会在这里钓一些小鱼小虾作为食物。早上天还没亮，就开船去检查昨天安置的岸钓。随着船只不断的靠近，鱼绳下方的巨物开始躁动不安，用来悬挂鱼绳的木棍也开始剧烈的左右摇晃。为了固定船只，将船上的绳索绑在巨大的枯木上，库里拉也无法掩饰自己内心激动的心情，利用木棍将绳索挑了上来。下方的巨物开始探出头，让在场的人内心激动不已。大鲶鱼见多了，但这么大的鲶鱼还是头一次见。在两人的合力下，抓住鲶鱼的鱼鳍，将其从水中拖上船内。皮肤颜色白中带黄，是鲶鱼种类的顶级劳斯莱斯。上百斤的黄辣丁也是他们第一次钓取过。库里拉激动地和他的父亲击起拳头。黄辣丁如果不是昨晚消耗了太多力气，也不会被他们轻易地抓上船。巴掌大的鱼钩刚好勾住黄辣丁的下巴。作为爱炫耀的库里拉抱着上百斤的黄辣丁来个大合照。在国内野生的黄辣丁卖到100块以上，就这么一条上百斤的黄辣丁就能卖到上万。一回到岸上，就将它挂到树枝上，比腿还粗的树枝竟然无法承受黄辣丁的体重，只能让它躺平在岸边上。钓到大鱼后，他们开始准备早餐庆祝。最终，黄辣丁挂在露营地的树枝上。库里拉的父亲已经准备好了刀具。黄辣丁最美味的部位莫过于鱼鳍下方的肚子肉，不仅皮肤颜色是黄色，而且鱼肉的肉质颜色也略带微黄，还没煮熟就能让你的嘴角忍不住流下眼泪。切下一小块的腹部肉就有4、5斤重。黄辣丁除了肉多刺少外，其肉质非常的鲜美细嫩。锅里的配料已经准备好了，切割鱼肉只能由库里拉的父亲操刀，肉质非常有层次，并且腹部内的血管还清晰可见。为了享受到不同烹饪的方式，串了2大串鱼肉进行烧烤，一份烧烤，一份水煮。黄辣丁扛过了岁月的蹉跎，却扛不过人类的胃。等待水煮开后，金黄色的鱼鳍事先下锅，在野外还能吃到这种上等的河鲜野味，确实让人向往。黄辣丁还有其他别名，黄骨鱼、黄鳍鱼等。鱼肉基本上没有小刺，放置鱼肉的时候还要进行翻烤。一群壮汉围绕着食物查看，生怕有人偷吃。等待水煮开后进行翻炒。开锅的一瞬间，味道直接让他们上头。舀起一勺灵魂汤汁尝了一下味道，就尝了1勺汤汁的功夫，鱼肉竟然烤糊了。这样大爷非常懊恼。此时鱼肉也煮得差不多，称点米饭就可以开吃。作为功劳最大的库里拉事先起菜，紧接着就是其他无功庸者。1勺灵魂的汤汁才是他们最向往的。看到兄弟舀了1勺汤汁，库里拉也不甘示弱，直接来了一大碗。配菜还有土豆、西红柿和洋葱。对于最上等的鱼肉部位，鱼鳍其他人都不敢夹，只有功劳最大的大爷才能享受它。功劳者多吃在他们这里非常的明显，一口下去只有点头称赞，言语已经无法表达其意。这可能是钓鱼人最享受的一期了。
好了，视频就到这里了。世界因为有你才会变得更精彩。